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短发造型炸裂全网，37岁这波逆袭彻底让娱乐圈闭嘴了。赵丽颖在酱园弄中以颠覆性短发造型诠释民国女作家，台上浮夸张扬，台下伏案写作，两种状态切换自如。从楚乔到许半夏再到西林，她不断撕掉标签，用奖杯和角色证明演员的终极目标不是美，而是像。疯了，彻底疯了！赵丽颖在酱园弄里的短发造型一曝光，直接让全网炸锅。那个曾经甜到齁的小骨，现在叼着烟，顶着挂耳短发，眼神犀利的像把刀，谁敢信这是同一个人？感叹号！章子怡一句帅气西林，直接盖章认证，这下好了，85花演技之争又有新素材了。要知道，酱园弄这片子本来就是个王炸，章子怡离婚后首部电影，陈可辛操刀，赵丽颖和杨幂罕见同框，光是阵容就够腥风血雨了。结果赵丽颖还来这么一手，短发加中性风，台上浮夸张扬，台下伏案写作，两种状态切换自如，这哪是演戏，根本就是炫技。网友直接分裂成两派，一派狂吹颖宝杀疯了，另一派阴阳怪气短发不适合她，笑死，是不适合是你说了算。看看章子怡的评价，再看看她这些年从楚乔到许半夏的蜕变，有些人就是闭眼黑。更绝的是，这次赵丽颖演的还是个有原型的角色，民国女作家苏青片中化名西林。台上浓妆艳抹飞吻谢幕，台下抽烟写作针砭时弊，这种反差感，换别人演可能就崩了，但她愣是 hold 住了。难怪有人说，赵丽颖现在调角色，专挑能打脸的。确实，从幸福到万家的农村姑娘，到风吹半夏的商界女强人，再到这次的女作家，她根本不给观众定型的机会。当然，少不了有人拿学历说事，中专毕业凭什么和科班比？拜托，都2025年了，还在这扯学历？赵丽颖的奖杯摆那儿呢，飞天奖、金鹰奖双料视后，白玉兰提名拿到手软。某些科班出身的85花到现在还在偶像剧里打转，好意思吗？再说了，农村出身怎么了？幸福到万家里和幸福的倔劲儿，没点生活阅历还真演不出来。最搞笑的是，总有人问赵丽颖能不能扛住和章子怡对戏，这话问的好像她没和惠英红、刘薇这些老戏骨飙过戏似的。风吹半夏里她和李光洁的对手戏不够狠，乔妍的新势里的白切黑演的不够带感。这次酱园弄，光是预告片里那个叼烟台演的镜头，就足够让质疑的人闭嘴了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这次又完蛋了。短发只是表象，真正狠的是她再一次撕掉标签，告诉所有人，演员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美，而是像。至于那些还在纠结她造型、学历、咖位的人，省省吧，人家早就不跟你们在一个赛道玩了。我看啊，这次酱园弄上映后，85花的格局又得重新洗牌。有些人靠滤镜，有些人靠热搜，而赵丽颖靠的是实打实的角色。赵丽颖，一位以清纯灵动著称的女演员，从出道至今，她的演艺之路充满了蜕变与挑战。而如今，当她以短发造型惊艳亮相，再度点燃网络热潮时，人们才真正意识到，这位曾经被贴上傻白甜古装限定标签的演员，已经悄然完成了她的审美与气质进化。37岁，正值女性韵味最盛的年龄，赵丽颖用一个短发炸裂的造型，不仅刷新了大众对她的认知，更用实力打脸了过往所有质疑她转型、质疑她时尚感、质疑她演技深度的声音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赵丽颖这次短发造型时，几乎是愣住的。她以往的长发形象早已深入人心，无论是花千骨里的柔弱女侠，还是知否中的稳重明兰，她都用长发诠释出了东方古典的温婉美感。然而，这一次的短发却是彻头彻尾的风格颠覆。她的发型利落而不失女性柔和，
五官线条更显立体，眼神也多了几分英气与洒脱，整个人仿佛一瞬间从古典仙女变成了都市战士。网友们纷纷评论，她不是剪了头发，是剪掉了过去所有的束缚。双引号，娱乐圈历来对女演员的短发造型极其苛刻，短发之下，颜值更无法藏拙，气场也必须更加内敛中见锋芒。赵丽颖不仅 hold 住了这一风格，反而让人看到她身上以前从未被真正发掘出的那种冷美人气质。这种气质不是刻意扮酷的油腻造型感，而是一种历经岁月沉淀、历练之后自然流露的自信与从容。而这份从容，来自她10多年在娱乐圈的拼搏和逆袭。赵丽颖并非科班出身，甚至最早只是一位跑龙套的小演员，身材娇小，没有背景，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一步步走到今天。从陆贞传奇到花千骨，她完成了从配角到一线的跨越。从楚乔传的动作戏到知否的情感深度，她逐渐突破表演的边界。而此次的短发造型，也许正是她对外传递的一种态度：我不再被角色框住，我就是自己的主角。双引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许多镜头与现场生图中，赵丽颖此次短发造型完全没有依赖过多的滤镜修图，真实状态依旧令人惊艳。即便是在严苛的高清镜头下，她的皮肤状态、面部轮廓都维持得相当出色，完全看不出已是37岁的年纪。甚至有网友说，赵丽颖把短发穿出了少女感和女王范的结合体，太炸了。这不仅是外貌的管理，更是对自我要求与职业素养的体现。当然，每一次突破总会伴随争议。短发造型虽然获得大量好评，也有部分声音质疑是否为了博热度，是否在模仿其他女星等。但实际上，从整体造型搭配到神态表现，从作品积累到气质呈现，赵丽颖并非一蹴而就的转型，而是经历了多次角色淬炼、风格探索后的自然进阶。她的短发风暴不是偶然，而是早有铺垫和准备的蓄势待发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这次短发的赵丽颖不仅仅是在红毯或宣传图中亮相，而是在多个公开活动、杂志拍摄和品牌合作中持续使用这一造型，说明这不是一次性尝试，而是她真实喜爱并愿意坚持的风格选择。而这份坚定，也是她个人表达意志的一种方式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，也知道自己值得什么。如今的赵丽颖不再是那个只能演可怜小白花的女演员了，她可以是短发造型中的酷飒女王，也可以是古装剧里的睿智女强人。她可以温柔细腻，也可以决绝果断。她的表演与时尚表现力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审美，而是向着多维度发展的全面型艺人靠拢。这样的赵丽颖值得所有掌声。写到这里，也想对所有一路关注赵丽颖的粉丝、观众说一句：正是你们的守护与信任，让她敢于突破，让她有勇气在37岁的年纪依然大步向前。娱乐圈的更新换代速度太快，许多演员还来不及转型就已经被新流量淹没，但赵丽颖却用作品、用态度、用不断的进化，在这片浮躁的土地上踩出了属于自己的坚定步伐。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女性，年龄从不是限制你美丽或成功的边界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你是否足够热爱自己，是否敢于为梦想不懈努力。也许未来的赵丽颖还会不断变化，也会尝试更多风格与角色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她已经不是那个需要靠标签来获得存在感的赵丽颖了。她有自己的审美，有自己的选择，有自己的节奏。正是这样的赵丽颖，才让人不断期待，也不断为之感动。所以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不妨放下成见，别用年龄去设限，更别用过去去衡量现在。去看看她的新作品，去感受她短发造型中的凌厉与温柔共生，去理解一个演员在舞台之外的成长与坚韧。赵丽颖的美，不仅仅是一张脸的美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精神，一种不服输的人生态度。愿你我
都能像他一样，在各自的人生中不惧变化，优压逆风，活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王一博晒照藏巧思，网友直呼这才是真正的活人感男神。王一博以简单的嗨引爆粉丝狂欢，泡面头暗藏攀岩电影致敬细节。他低调却精准宠粉，每次出现都充满惊喜，让粉丝在细节中感受独特默契。王一博又上线了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他终于更新了动态。仅仅一个字母 Hi， 但已经让粉丝炸开了锅。别小看这简单的2个字符，这里面藏了多少小心思，懂的人自然心领神会。有人说这是久别重逢式问候，也有人解读为定心丸式报备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次王一博的出现明确了一件事，他记着粉丝。要知道，过去一段时间，他几乎是人间蒸发般的低调。粉丝调侃自己是留守儿童，笑得很惨烈，但心里是真的想他。偏偏他也觉，别的明星可能就直接发自拍，撒狗粮，营业拉满。而王一博，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，冷不丁来这么一句嗨，炸出来一堆语课代表疯狂解析。这次热搜小做的量级堪比高考阅读理解。不过这次更新可不仅仅是打发粉丝思念那么简单，更别忽略了他配图中的泡面发。你以为这只是随手一拍？不，圈内人都知道这种发型背后有画符号。有人立刻联想到攀岩圈的老派浪漫主义。没错，那些嬉皮士攀岩先驱们的标志性形象，卷发、爆炸头，自由散漫，这就是一种致敬，一种精神上的契合。而王一博刚拍完攀岩题材的电影，这样的细节是真懂，也是真用心。有人说他的泡面发是刻意留给粉丝的线索。再看结合动态，合理怀疑。真要不懂，直接当普通造型看就完了。但懂的粉丝会觉得更爱。王一博是真的会。有网友评论，一切都藏在细节里，找得到就是你的。再看看外网的那个嗨，有人说这是面向粉丝的暗语，这是要回归内娱的信号吗？还是单纯想回应近期的低调质疑？答案，他没说，只留下悬念。而粉丝呢？早就不计较这些了，光是看到动态就已经开心到飞起。有人说王一博粉丝自成体系，简直是内娱最耐心的一群人。不得不说，一方面是王一博实在不爱过度营业，但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了，这样的性格反而让他的粉丝粘性更高。爱低调，但绝不敷衍；更新少，但每次都有惊喜。这叫活人感，也是一种独特的明星魅力。这些年，内娱多少流水线明星，营业式笑容，批量化问候，脚本化互动，全是套路。反而王一博这种来无影去无踪，偶尔还会使坏的风格，更显得有趣。粉丝跟他玩得起梗，调侃自己是留守粉，也能自我解嘲化解思念。但内心真正期待的，还是他的回归。网友戏称王一博是不是觉得我们太闲了，特地来给点甜头。可惜这次更新虽然炸开了话题，但讨论热度更多集中在他在，没消失。至于其他，粉丝也给他留了面子，没多问。圈内人都懂，王一博不怕话题，但不爱炒作。这点比起那些恨不得天天在热搜刷脸的流量，不知道高出多少。不过再好的耐心也是有期限的，粉丝可以自嘲留守，但也期待他多点回应。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动态？是不是会带着作品回归？这些问题，粉丝有耐心，但圈外人未必。毕竟内娱从不缺人，也从不缺新人。时间越久，关注度越难维持。所以王一博的下一步真的很重要。这个嗨能点燃一片狂喜，但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效果吗？别忘了，内娱最不缺的就是遗忘。但好在粉丝还在等，作品也在路上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内容泛滥的娱乐时代，
能够凭借一张简单的照片让网友集体沸腾，反复咀嚼、反复回味的男明星寥寥无几。而王一博便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。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每一次动态，都仿佛是一次无声的表演，一次细节与个性的完美展现。这一次，他晒出的一组照片再度引发网络热议，不是因为画面多么华丽，也不是因为造型有多夸张，而是藏在镜头里的小心思，那份细腻、真实、近乎日常的活人感，打动了千千万万屏幕前的观众。很多艺人在镜头前的状态是被高度包装的，他们总是精致、完美、距离感十足，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。而王一博的镜头语言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他让人看到一种生活气息的亲近感，一种在聚光灯下依旧保有个性的松弛感。他不是刻意摆拍，不是做作营业，而是通过随性却不随便的方式，在照片中传达他的当下情绪与生活状态。这种巧妙的平衡，才是真正稀缺的偶像力。此次晒照中，细心的网友发现，照片构图上既有高级感的留白，也有意境延伸的光影运用，搭配上看似随意却别有心思的穿搭，以及那份泡面头与表情的契合度，让整组图充满了一种戏剧张力。有人说，他好像什么都没做，又好像表达了很多。这种介于表达与克制之间的扯度感，恰恰体现了王一博对自身审美与公众形象的高度自觉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王一博作为公众人物，始终展现出一种极强的内容控制力。他深知什么样的影像输出会引发共鸣，也明白如何通过最少的语言让粉丝感受到他依然是那个真实的人。在这组图中，他没有配长文解读，没有刻意带话题炒作，却让大家纷纷在评论区里表达懂了。这正是活人感男神的魅力所在，无需多言，存在本身就是最强表达。当然，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。从幕后来看，这种随意中的精准极可能是他在长期与镜头相处中练就的能力。从前期选图、调色，到整体风格设计与情绪传达，王一博已经不只是一个出镜者，而更像是一个拥有自主表达力的视觉创作者。他不再依赖固有的人设标签，也不再仅仅满足于流量担当的头衔，而是在潜移默化间重塑着偶像这个词的真正含义。在社交媒体不断同质化的今天，能够呈现出独特气质的明星越来越少。而王一博用行动证明，他不是那种被系统流水线打造出来的模板式艺人。他的特别不仅仅体现在职业多元化的拓展上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始终保有一颗对创作和生活敏感的心。他愿意在微末细节中注入态度，也愿意在看似平常的动态中赋予真实的重量。这才是令粉丝们痴迷不已的根源。在他身上，你看到的是一个会呼吸、有体温、有想法、有态度的人，而不是冰冷的光环。当今娱乐圈最稀缺的，其实正是真。太多的偶像为了流量绞尽脑汁，在镜头前极度紧绷，却忘了如何生活，如何表达。而王一博的活人感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他多年如一日坚持做自己的自然外衣。他不会为了讨好而妥协，也不会为了热度而失真。他用自己的节奏在这个喧嚣世界里留下了最独特的痕迹。更令人佩服的是，王一博将这种真实感也带入了他的职业选择中。他不拘泥于一种身份，不惧怕外界标签的束缚，始终以多元姿态走在内容前沿。从演员到赛车手，从舞者到品牌代言人，他用实际行动打破圈层边界，打破大众对于偶像的狭隘理解。正是这种边走边试、边做边思的勇气，才构建起他今天这个不可替代的人物画像。无论是在高速运转的赛道上，还是在光影交错的镜头中，王一博都展示出他独有的那份冷静与坚韧。他从不喧哗，却一直在路上。这份不言自明的自律和担当，也悄悄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偶像范式，不是靠话题撑流量，不是靠营业换好感，
而是靠积淀与沉淀，靠气质与实力赢得尊重。这种偶像或许不是最快的，但一定是走得最稳、最远的。网友之所以会在他一张照片中看到巧思，正是因为王一博身上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张图的边界。他所传达的不仅是审美，而是一种观念，一种生活哲学，一种关于偶像如何在人群中找到自我的命题思考。这才是他能够真正触动人心的地方，也是在当下娱乐生态中尤为可贵的存在。最后，想对每一位屏幕前的你说一句话：如果你也曾在生活中被误解、被怀疑、被忽视，那么请记得王一博用他每一次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，做自己是一场长期主义的胜利。他不是最会说话的明星，却用沉默做出最响亮的回应。他不是最会营业的偶像，却用活人感给予我们最真实的陪伴。他选择在风暴中心不退场，也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起伏中坚守初心，勇敢向前。也许这就是王一博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他让我们看到了坚持做真实自我的力量，也给予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平凡中发光的勇气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